通常因为卵巢癌的平均诊断年龄跟上皮性卵巢癌是比较停经后的妇女啦，所以年轻女性然后又很严重的癌症，这个当然比例是比较低的。对，那如果说它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当然就不鼓励她保留卵巢了，因为这种状况，你如果说你要生育，那你后续治疗，你还要有养育的这一块，你要负责。当然生是很有机会，可生出来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在陪伴他，这个需要做好一个完整的咨询，才能够选择生育保留。对，那如果说是很早期的，那当然就是手术那个结束之后，就要赶快去找转介给生殖不孕症的医师，请他们赶快帮他安排，不管是要冻卵，或者是生育计划，赶快做完之后，我们再来做一次完整的手术。如果说你可以使用微创手术把肿瘤清干净，那你可以用微创手术。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下，因为微创手术没有办法把满肚子的肿瘤清干净，所以在主要的治疗上，我们并不会选择微创。微创通常会是在就是说，如果这个病人一开始来就已经是非常严重，而且你初次觉得他可能开不干净，那我们会先做一个腹腔镜的微创手术，做肿瘤的切片。肿瘤切片确定它的这个组织形态、级别，然后我们会做3、4次的前导性化疗，那中间再做一个阶段性的减肌手术。微创手术大概就是在一开始诊断的时候会用，或者是很早期你觉得它是第一期，而且肿瘤没有破裂的病人会使用。卵巢癌虽然复发率非常高，但是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在延长生命的同时，是要维持生活品质，然后那每个人都会死嘛，只是死的方式不一样。那癌症呢，它会让你有一些预备，你可以把你的生活重要的事情优先顺序把它排出来，它不像意外一样，你马上就走了，你都来不及做任何准备。那卵巢癌的话，现在很好的是因为那卵巢癌的药物治疗，一直到这4、5年，很多标靶药一直出来，可以改善这个卵巢癌复发的时间，它可以拉长到55个月。这个会让我们整个妇癌科医师觉得非常的振奋啊！55个月，虽然大家听起来好像才4年多，没有不到5年，可是对我们来说已经是非常的印象，非常的惊艳了。